吃饭，约我。以后张总就是我老板了。小燕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，还没去呢，先改时间，第一印象不好。他欠小远个人情，王小远跟他说，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？人都走了，我也啥也看不着，哪去？我说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，让人走也不安生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。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，第一件事，我催孙亚娟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。衣服一脱，哎，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，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，咱全家北京安家，一家人骑乘车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珍惜眼前人。哎，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。还怎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回东平了，我可给你嫁了。我就先不回了，假攒着呗。攒什么攒啊？嫁还要攒的，过这村就没这店儿。咋这样呢？不好意思，郑主任，亚平主任，打扰一下。王老师，这字不能签，咱们去找领导。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？王老师，您干了一辈子了，还有半年就退休了，非要在这个时候背个处分吗？洪亮同志，你们辛苦了啊！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，走，咱们找领导去。这怎么停啊？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。正常流程。洪亮，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？查职务犯罪。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？他是玩忽职守了，还是徇私枉法了，还是刑讯逼供了？他够得上你们11部哪条？郑主任，这事儿错了就是错了，咱们得承认。王老师，您先别说话。洪亮，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，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，他是要感化林喜，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。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都交代了，对不对？但这是您1部的案子，跟我们11部没有关系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怎么跟主任说话？注意态度。继续。洪亮同志，哎，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，应该是检务督察室管。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，你们11部不要掺和。咱进一步讲吧。其实啊，我们也不想来，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，检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，一个人都抽不出来，只能让我们11部临时顶上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你是没办法，还是不想想办法？检务督察室现在忙，过2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？你着急这2天让人签字吗？别着急，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。我说，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师院的，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师院，让他们自行解决、自行消化。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，他说：“洪亮，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改的第11部的部门职能了？你怎么想这个问题？”整得我非常尴尬。其实想想呢，领导说的也对，王老师呢，他是从江南师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，而且这个事儿呢，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。那你说，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，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，你别为难我。洪亮，哎，你看啊，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你们11部办案讲天理、讲国法，但是你们讲人情吗？喂，洪亮，你别假装接电话。
方便吗？喂，喂，老洪，你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你说。老洪，老洪，你听得见吗？接完了吗？您请说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11部办案子，讲不讲人情？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，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，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。我们11部的作用呢，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。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。说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，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，我一定虚心接受。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，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。我是要申诉，你倒是给我时间呢。好的，亚平主任，小张，这样，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，暂时可以不用签啊。但是亚平主任，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，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，要不然我不好交代。我签了。不好意思。俊南，陈阳，你在哪？2天没见，我想死你，干啥去了？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。任务圆满完成，王春祥的案子还顺利吗？异常顺利。那你忙去吧，还在这儿干嘛呢？忙啥呀？没有工作了，该交接都交接完了。这周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？咱俩上下级这么多年，你最了解我，我是那种势利的人吗？就是这个离职报告，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？你还是我的好领导，还是我的好朋友。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。张检刚刚来咱们这儿，那么多事够他忙的，再等等。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？那该怎么说呀？我到张检那儿给你督办一下。你干啥呀？你别挤兑我，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？你别给我穿小鞋。洪亮，着急脱这身衣裳，无非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躺平不作为，理想信念丧失，对检查工作失去热情。你是这种人吗？我肯定不是。第2种是有污点，屁股不干净。我屁股最干净了，不干净人能到你11部来干活吗？你可以查我左动8辈，肯定根红苗正啊！我全院最干净的了。所以吧，我们11部都是好样的，而且识大体、顾大局，对不对？哎，您给我一点假，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。几天？怎么的不得1个月啊？不是，就是20天也可以，15天最低底线，真的1天都不能少了。你看啊，我过去得现租房子，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，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，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？这都我本人去了，然后时间都不固定，你假期你不得富裕点？7天，包括法定假日。你是学法的吗？法定假日还可扣啊？1天找房子，1天给孩子找学校，还有1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，剩下的时间陪老婆。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，张嘴就要1个月啊！你咋想的？看本不说破，还是好朋友。7天一定好，这么定了啊？走了。王老师，听我的，我跟领导请示汇报，申请重新调查。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，那2个法警就没责任了？1个人扛和3个人扛，处分可不一样啊。不用了，那怎么着？你还想让那2个法警担责任呢？他们可是刚刚上岗，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？2个孩子也不容易啊。您就容易，马上就退休了。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，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。那退休金差多少？婶儿，算过吧？
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？问的，给您买了几瓶酒。哦，那进来吧。哎，来，老婆子，哎，来客人了。大姨在家。哎呀，哎，大姨好。哎呀，给您的水果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，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，我心里老感动了。孩子，谁们？啊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家里边有个会，我去看。哎，别走啊！不是我单位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啊！来吧，快来，留下吃饭。饭都好了。曾主任也在呀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。是。来，平，你就坐这儿。这样，平着坐着，我去拿碗筷啊。哎呀，多巧啊！哎呦，这酒不错呀，酱香。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。好，来，酒杯来了。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，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？肯定我自己花钱买的。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？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。啊，领导啊，也快退了，现在在省政协。那也是领导。哎，你不热呀？哎呀，大衣脱了。对，来挺巧啊，赶饭点儿。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，减肥嘛，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，唐突了。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，胃不好。这饺子刚出锅，来尝尝。好，大姨。哎呀，不用给我。王二，哎，谢。看这孩子，看，呀，对不起。来给我。哎，婶儿啊，跟你介绍一下啊，洪亮，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11部检察官洪亮。阿姨啊，来，你婶儿再炒2个菜啊。炒什么炒？家里没菜。小红啊，你身为11部的检察官，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，今天能亲自来我家，我心里很明白，也很感动。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，你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，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。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，对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。肯定啊，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。不能，人家马上要走了。我听说，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。跟我说跟官儿迷似的。我是，不是，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，您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你哪年来的？我是12比我大是吧？啊，这把岁数了，怎么连个副主任？洪亮，哎，你带来这个酒，不错，来，咱俩喝一个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来，敬您，谢谢。哎，刚才说要走，去哪儿啊？北京北京最高检。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？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，国企。脱衣服。小红，你都已经到了3级高了，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？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，有什么舍不舍得？王老师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，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，珍惜自己的荣誉。对，我们家老王，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。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，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，他怎么回去啊？同事们怎么看他呀？这是。别说了。主任，韩毅，吃饭啊，你早上吃。趁热吃啊。青城大学美术馆发生的盗窃案，我们已经初步勘查完毕。被盗的这个睡莲是民国的大画家李成一先生的代表作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就被盗走过一次，之后就一直没有下落。直到2001年的时候，一个匿名的收藏家把它捐赠给了博物馆，这才重见天日。下面我说一下勘查的情况。我们对现场发现的这10几组脚印进行了比对，结果大都是来自馆内的工作人员和来参观的学生。
咱们现在来回说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。你是在美术馆里跟人家管理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，人家报的警是吗？对。等一下，这幅画是假的。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跟你说了，这幅画是假的。你再这样做，就是在破坏犯罪现场。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干什么东西？这是假的，出去！这幅画是假的，它是假的。你一个法律系的学生，小时候没学过美术吧？怎么对画的真假这么明白呢？我对书画非常感兴趣。李成一先生的睡莲是我非常喜欢的画作，真的睡莲。它是从边缘往中心画的，应该是在叶子将干未干的时候勾勒出叶脉，而那幅画刚好相反。都这么简单？其实不止这个，这幅画一般都是挂在偏僻的拐角走廊，平常工作人员呢也不会轻易的去移动。但是我这次去的时候发现，它挂的位置跟上次大概有1厘米的偏差，而且它的画轴在挂钩上的受力点也有所偏差。这么小的细节你都能注意到啊？别人可能注意不到，但是我毕竟去过那么多次。睡莲被偷，庄文杰的嫌疑最大。他每天都去看画，一看就是半个小时。而且我去学校调查过，庄文杰确实有问题。去年学生宿舍发生过一起盗窃案，有个学生放在宿舍里的电脑不见了，其他人都怀疑是庄文杰偷的。报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证据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东西很快就还回去了。当时怎么丢的不清楚，这是保卫处向我介绍的。而且他们还说，在还电脑的这段时间里，只有庄文杰进出过宿舍，但是走廊里没有监控。人家自己也不承认偷过东西，再加上还有1年就毕业了，这孩子平时学习成绩挺优秀的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他跟宿舍里的人产生了隔阂。昨天晚上，凌晨12点到5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昨天晚上，我应该在家里边睡觉。家里？你不住宿舍吗？哦，我在外边租了一个房子。中间有没有出去过？没有。谁能证明？家人、女朋友、室友都可以。你提供信息，我们去核实。没有人能证明，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外边住。我去查了一下庄文杰的档案，这孩子父母双亡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意外坠江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他父亲的名字叫庄耀白。这人一家子都不简单，盗贼世家。据说庄耀柏的爷爷就是民国大盗，他爹也有盗窃的案底。12年前的洛神案，我查到了资料。2007年6月12日，庄耀柏和同伙丁生虎盗取了名画洛神。在携画潜逃过程当中，庄耀柏驾驶车辆冲撞沪江公路北段，连人带车冲入江中，洛神被毁。庄耀柏的尸体虽然没有被发现，但推断应该是已经死亡。青城市环江区环江公路58公里处，牌照为京 K97581的非营运小型汽车，在行驶至事故地时失控。陆队，打断一下。老瓦，你们科小刘又立功了。刚才我们在对赝品进行光线测试的时候，有了新的发现。陆队，您看，看这儿。我在美术馆又看到警车了，啊，又来了啊！难道画真的被偷了？你说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谁知道呢？指不定贼喊捉贼。那个，一会儿咱们去食堂。走。文杰，警察好像又来学校了，你没事吧？可能有什么新的线索，他们要过来调查一下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你准备？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文杰。能提供的线索我都提供了，你们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还有不到1年时间毕业，只想安静的把大学上完，不想走哪都被人议论。那我倒想问问你了，你闲的没事在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你是几个意思呀？什么名字？
用隐性墨水在这幅假画上签上你自己的名字，我得用偏光笔才能看得到你是几个意思呀？张文杰，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把你带到局里，我是选择在这个地方陪着你聊天，是因为你的笔记我对过了，签名确实很像，但是也确有不同。因为这件事，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报案人了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你提供给我你已知的全部信息，一丝一毫都不要有隐瞒，听明白了吗？来，现在告诉我，最近你见过哪些可疑的人、可疑的事儿？罗警官，我最近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，或者可疑的事。好，最近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如果有，并且把你牵扯到案子里，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，可能不是针对你，但是会不会针对你的家人？我没有家人。我瞒你说呀，我调了你的档案，对你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经历都很清楚。所以呢？所什么疑啊？首先，我就没有因为你的家庭背景怀疑你。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，不代表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，你想尽量跟你爸爸撇清关系，但是保不齐就会有人，因为他专门找上你。没关系，慢慢想，想清楚了随时找我。还有，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咱们这么回了？我答应上问话吗？不是上次问过一回了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得严审了。你有证据证明是他偷的？假画上都写着他名字了，虽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写的，但这多大的嫌疑！而且我是问你有证据吗？那没有。胖头孙，每次都这样有意思吗？庄文杰，你背后是不是长眼睛了？怎么每次都没你发现啊？你该减肥了，跑2步就喘，那么大呼吸声我早听见了。是算了。哎，说正事儿，我听说警察把你从美术馆带走了。那今早这事儿我们计算机系可都传遍了啊，好像说什么你偷画。哎，你放心，作为哥们儿，我肯定不会相信这种谣言啊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讲讲啊。1句2句的，说不清楚。哎，行，我请客，边吃边说，走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
非要趟这滩浑水啊？庄文杰，你聊啊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今天我听他们都在传说你在美术馆偷了东西，我都跟他们吵起来了。行了，其实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我们在现场的勘查中发现了一些情况。你上次来电台什么时候？经过现场比对，这扇玻璃是最新密封的。不过密封的时间呢，我需要把这个玻璃胶带回队里检测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，这扇窗户肯定是最近几天有人动过手脚。我还查了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居然有18秒钟的空白片段，这和你们查的那个停电的时间相对吻合。还停过电？大概凌晨3点吧，美术馆停过电。多长时间？应该是18秒。18秒，这么精确的吗？啊，不会错的。我们这个美术馆呢是有备用电路的，当一个电路切断以后呢，我们要启动这个备用电源，刚好需要18秒的时间。哦，那你这个启动之前，你整个这个电源被切断了，你这个大楼照明是怎么解决？哦，有几个应急灯还亮着啊，所以我们就打着手电巡逻，没多久电就来了。画呢还好好挂在这儿，没什么事啊。哦，但是监控录像用的是独立用电，就算是美术馆停电，也不会影响监控录像的正常运行，除非是人为的干扰，才是现在这个结果。而且系统数据显示，真的是在运行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 bug， 才导致这套系统会出现短暂的保护性断闸。而之后呢，是启用了所有的备用电源，才恢复了供电。18秒偷一幅画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庄文杰说的盗窃方法，有没有可能是真的？有时候，依靠周密的布置、人手的配合，再加上精巧的工具，即使不用真人接近，一样可以把目标拿到手。准备行动。3、2、1。那按你这个说法是，他们把假画盖到了真画的上面。那这个真画是怎么拿出去的呢？我刚才所说的盗窃行为只实施了一半，重头戏在后边。我听说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工具，叫4象钩，它是由4个方向的钩环拼接而成，通过机关任意的去勾取或者放下物品，是专门用于这种类型的盗窃的。搞定。哎，来电了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这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啊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走吧。行，去那边再逛一圈。那这个团伙还真是训练有素，而且他们对时间的掌控要非常的精准，每个环节必须卡死点，才能完成你说的这种盗窃方法。如果配合默契，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，大概只要20秒。但是我们现在所有谈的都是基于你的个人的一个设想。您说的对，这确实只是个猜测。这4象钩长什么样呢？我也没有见过。
哦，对，你是听别人说的，谁说的？小时候我听别人讲个故事，就是个故事。你为什么每次去美术馆就看这一幅画，而且一看就看这么长时间？什么情况啊？我母亲她很早就去世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也非常喜欢睡莲，以前经常在家里边临摹。我到现在也还记得我母亲在家里边画她的样子。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谁啊？进来。罗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睡在沙发上？着急不说嘛，回宿舍睡去。昨天干到3更半夜，时间紧任务重啊。我看您平时任务不重的时候，也挺喜欢在沙发上睡。哎呀，我说，您是不是就懒得多走那2步路啊？哎，边儿去。杯子搁哪儿呢？我给您倒点水。老段，哎，庄姐来了。你昨天说的对，假画上出现了我的名字，那我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报案人了。其实昨天跟你们聊过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虽然对上一代的恩怨，或者是有谁想要陷害我这件事情上，完全没有头绪，但是我不想再被动等待他们的目的和身份浮出水面了。你想看这幅画也没什么用啊。用纸和颜料，我们都找专家检测过，都是民国货，都不能在古董市场上买到。查来源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我之前也说过，我对画画很感兴趣。在睡莲这幅画被展出来之后，我临摹了将近有17幅。然后呢？我在网上也搜集到一些对李成一先生画作很欣赏的画师，他们在临摹之后呢，都会交流一些心得和技巧。我发现经验不同、师承不同的画师，对于用料、颜料还有笔法，都有着不同的见解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我能够仔细的去看一看这幅赝品，是不是就能勾勒出那幅赝品背后画师的大概信息？你这说的这有的没的，你这就是故弄玄虚。罗队，他这是又丢烟雾弹，这影响咱的判断。好，那就去物证科把这个画拿出来，另外把专家方乐请过来，有个专家看，咱们都踏实。方老师，我在网上查过了，有些仿作的画师呢，他会用到投影法，就是说利用投影仪将原作投射在宣纸上，照着这个图像去完全的复制它。投影仪，那不会有色差吗？有，这也是我所疑惑的。按道理来说，投影仪的投影会有严重的色差，但是这幅画它的色彩跟原作对比，简直可以说是以假乱真。我以前见过一个例子，根本就不是画师手工临出来的，那是用高科技的油墨印刷的、印的。
干什么呢？靠那么近？不是，我就是看看这宣纸有没有油墨反光。你看得懂什么？人家方老师在。方老师，方老师，哎，您请。这画不是印刷的，没有反光。怎么了？这画面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不是油墨味吗？不是，什么味儿？是许康草，是一种植物颜料，可以提取花青。以前啊，喇嘛绘制这个唐卡的时候，经常用到它，以提升这个画面的丰富和这个立体感。我拦您一句啊，真迹就是原作，也有这个味儿吗？以前我看过展出啊，绝对没有这个味。那您觉得现在什么人还会用许康草来画画呢？哦，这个啊，哎，街头画师，是吧？街头画师？对，街头画师为什么要用许康草啊？刚才方老师不是说了吗？许康草可以提升画的立体感，还有饱和度。很多街头画师为了让顾客满意自己的肖像画，就会在颜料里边加入许康草这种材料，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用传统手法画画的方式来宣传自己，给自己的生意搞点噱头。所以我认为，这幅画十有八九是街头画师画的。你先别闹，等会儿，这个当着方老师面，你别给我丢人啊！咱们这是赝品也好，真迹也罢，那毕竟是中国画。你街头画是画的什么？是素描，是水彩。罗警官，您还不够了解那帮街头画师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卧虎藏龙。您不知道他们以前是学什么的，是干什么的。况且这幅画的笔法和街头画师特别的像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街头画师就习惯用果断直接的线条勾勒轮廓，然后再在画面上着色。他们把这种习惯带到了这幅伪作上里边来了，这也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像李大师一样，从边缘向中间画，等叶子墨干了之后再勾勒叶脉，而他们却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小伙子，来坐，来坐。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哦，我是学法律的。法律系的，你有没有考虑转行啊？啊？花小姐，哎，我这有便宜有贵的啊，便宜的15，贵的60，便宜的就行。便宜的黑白的，那就贵的吧。我年纪轻轻画什么黑白的？主要您给我画帅点。帅点你得先给钱，我怕一会儿画完你说不帅，耍赖不给钱怎么办？啊，对自己太没自信了。你对自个儿太自信了，你。帅不帅咱不提，您给我画立体点总行了吧？画不了立体。不是有一种这个配料，哎，不是调料，哎，不是颜料啊，哎，叫许康草。内行，哎，你一定是同行砸场的吧？还知道许康草呢？不存在，就是理论型，联系不到实践。哎，另外一个啊，我不光想画人像，我想带着后边这个风景。您给我画成水墨风的，就这种，画不了。许康草，我是画人的，画景啊找老三。我们这帮人当中啊，画景最好的是老三。谁老三？甭看呐，他这2天啊没出摊，没做生意。怎么呢？前2天接了个活，还跟我们在显摆呢，说人们大火，我们这个不相信，吹牛吧你！